懒得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棒棒。解密404，竹笋炒肉丝。喂，为什么要竹笋炒肉丝？好难念哦。我想说，快到过年了，这样是不是比较有年味？这应该是可以当年菜吧？年味的年菜没有吗？没有呢。不然我们直接来问问一下。是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重量级的来宾，让我们请邦邦来帮我们各位听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请到台湾医师联盟的理事长罗俊轩医师，欢迎罗医师。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那罗医师，我们直接先来问好了，过年有没有计划了？过年有计划，会出国吗？我要出国，要出国。去哪呢？我要去冲绳。哇！我安排了大概6到7天去冲绳。哇，几乎是台湾人的后花园了呢。对呀，而且我们刚刚其实在试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其实有在这边就是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先请那个工作人员嘛，然后先来就是做一下罗医师的位置，没错，想聊一下，他们讲说过年要去哪，他就说日本呢，真的，所以刚刚是一个未卜先知的概念，因为台湾人在自己家中不会遇到，在自己的家乡不会遇到彼此，但是会在日本遇到自己的同伴们。你是说那种特别的那个台湾人爱去的店，没错，到时候那观光客店，怎么会遇到了这样？对，好啊，那玩得开心这样子，然后也有点尴尬，不知道住什么这样。也还好啦，就是其实每次到日本的时候，都会遇到自己的同学跟朋友，会遇到，真的。那泽维尔呢？泽维尔过年要干嘛？可能要回家乡多陪一些家人的部分，这样。那年菜吃什么？竹笋炒肉丝吧？不会，我们的年菜通常是妈妈煮啦。那因为妈妈很会煮，所以呢，就是这时候不知道她要变出就是哪一种菜系的这个菜色出来，这样。这我就不知道，每次回家都是一个惊喜啦。所以可以，你是说什么粤菜啊、浙菜啊、川菜啊，各种的，对，很厉害耶！这就是有一个归功妈妈太会煮这样。那现在还领红包吗？不会，当然是要给红包的部分。那医师一起啊！泽维尔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啊，想说这个泽维尔如果要发红包的话，应该可以一起吧，这边也一起发到红包吧？你确定呢？对啊，通常是我们邦邦赚的比较多吧？我都接受我其实不是很在意里面装什么，心意很重要。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医师讲话就是对的，真的。礼轻情意重。有一次我的朋友居然给我一个红包，然后里面装美金1元这样，然后他就说这是1元复始，万象更新这样。对，因为其实，在华人的话就是喜欢那个喜气嘛，真的。然后那个诚意嘛，可是我觉得以2位主持人刚刚聊得这么开心，我觉得看到袋子里面绝对不会价值很低，应该会有心意在里面。尤其我觉得泽维尔现在这样一表人才，他包的那个厚度啊，对，一定不会只是这个礼轻情意重的程度。不要这样羞嗨，这样。你是在情绪勒索吗？不要这样羞嗨。俗称的 PUA， 这很夸张哎。我觉得很棒啊，这样过年很有喜庆啊。那因为我们邦邦啊，各位听友们都知道，我们邦邦是台南人，台南人在过年的习俗非常非常的多怎么办？你回去是不是要一些跨火炉啊，干嘛的，放鞭炮啊之类的，是不是有这些习俗的本身？这样会暴露我对台南完全不了解。就我是台南人，可是很多台南的东西我其实都不太懂。还是你是西化的台南人？我就是我不知道出洋的台南人吗？你是哪里的台南人？永康。你有没有看我一直在看着你的眼睛？所以医师也是。我住永康。哇！我小时候住过1年永康，真的。幼稚园中班，我们是同乡，永康相认吗？过年要串门是吗？那维尔过年就可以来永康，对啊，医师家也去，我们家也来这样子。等我从冲绳回来。对。那我们会不会就开工了？天哪！我讲到的是不是一个事实的部分？就觉得对啊，现在对啊，今年大年初5是礼拜天。所以大家都是初6礼拜1开工。是。确实那时候如果要在台南相认，可能大家就在工作了。那就请泽维尔直接去南港这样拜年。可以哦，可以来哦。对要准备好哦。要准备好。对。我们一起去啦。
绝对不能两串胶，知道吗？但就是现在，因为以前提到过年的时候，其实就会在想说，那前一阵子前几年过年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因为那时候有所谓的疫情的关系。对，没错。而且在32岁的我呢，那时候就觉得疫情非常的可怕，因为那时候就是你知道那种公司办了那个生日派对，然后就全公司中标这样，了解，就是办不下去的意思。办不下去的意思，没错。的确，那个时间上是会让人家勾起一些记忆啦。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时间如果往前推，不多不少，刚好5年前啊，2020年。我还记得那时候那的除夕是2020年的1月24号，大年初一是1月25号。是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因为那段时间我们都每天在手机看到从我们隔壁中国传来的影片，那很惊悚。我记得那时候不知道大年初还初3晚上，我有点睡不着觉，因为我看到影片就是有人就直接就倒了，然后看到医疗现场就是大家就是鬼哭神嚎啊，所有人都崩溃，医疗崩溃嘛。没错没错。那我就知道说，这个一定不是传统的感染症，这不是一般疾病嘛，因为一般疾病不会变成医疗量能的崩坏嘛。是，所以呢，有事情发生了。然后又配合看到谭德赛说。摸书都没事情，我就月毛啊，什么没事？明明就有人倒了啊！那时候好可怕5年前，真的。那你看现在不是又是5年后的1月？对。所以到秋冬就是要注意啊！如果哪个国家开始又很多人在冲医院，或是医疗量能要崩坏了，我们要注意说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情？我还特别记得，对，那时候5年前的过年的时候，还特别听到，就是我们那时候时任的行政院长是苏贞昌院长，然后就下令说，可能口罩我们就先不做外销了，没错，因为我们台湾要留守备用。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感觉那整个台湾动起来的速度跟情况，已经不是当年 SARS 的那个速度了。没错，因为5年前那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隔壁国家没有充分告诉我们说发生什么事。那一开始你记得那时候我们不是说边境要管理啊，要登机检疫有没有？是我们说的疾管人员、公卫人员是上飞机说，有没有人发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状况？而且我们曾经还派了2个专家跑到武汉去说，现场实地勘察到底有没有状况。他都说没有啊。是后来我们自己从这个网络上去知道说，好像有一些我们说的人传人的严重疾病。是，所以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卫务部长说什么？他说这明明就人传人，还说不会，真的是内行人讲外行话。所以当后来我们看到影片就说这明明就有问题。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大年初3，我其实在彰化，因为我的老婆她娘家在彰化，那我通常回去都回去好几天。所以大年初2、初3、初4都在彰化。晚上我在看那个布袋戏，我要打杀杀这样子，就发现我的手机好像在布袋戏在开演一样，一直打电话。所有的各区的医师公会的理事长，很多的干部都跟我讲，好像买不到口罩，全部在囤积。哇塞，是这个问题。那我在大年初4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说，老婆，我等一下做一件事情很重要，但我怕做下去的话，可能好多年都会很忙。我要去抢口罩。那抢口罩的意思说，医师公会就说这个你在处理，你就会越来越多事情。所以后来那些战备物资，只要是跟疫情有关系的，都是我在处理。这样处理了好多年。哇！大年初4我第一通电话打给谁，你知道吗？猜猜看。部长吗？没有，是大家都认识的。大概11点多，我打给罗一军。罗一军小我几届。那时候他就说，他很认真说，学长，我知道你需要口罩，我来帮你处理。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们诊所1万多家呢，我们都缺，都买不到呢。他说不然我给你厂商的电话。厂商电话拿起来，我就很诚恳开始打，跟厂商沟通。他说好，这个国难当前，我们就出口罩。是，结果呢，各区的医师公会一直打电话进来说他们要扣打，所以就20万、30万、40万、50万，到最后到下午大概5、6点的时候。我们全台需要的口罩，希望不要有防疫破口，要115万个。好，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发生什么事？厂商都改口了，口罩没办法出啊。那怎么办？涉及到什么？因为口罩在1日里面价格一直往上走嘛。对。所以厂商就惜售啊。你知道我们跟疾管署跟这个口罩商，我们的合约价格是一个多少钱？是一个0.94。等于是成品之时的口罩。是。
但是到那天的下午，口罩一直翻，价格已经翻到一个至少10块钱了，大家在抢啊，115万个，价值就是差了1000万嘛。所以他就跟我推脱说，不行啊，过年期间没有货车。我跟他说没关系，我们派车去载。我们去载，因为我们希望在大年初5，就是开整那一天，一早5、6点就从南部这样一路上来，每个工位都下口罩，让每个医疗用都有。不要出。后来闹翻了，我就跟他讲说，不行啊，如果你中午就跟我说没有，那我接受，市场真的没有。你明明就有，所以我认为你在囤货。那我刚好就赶快跟行政院报告说，口罩被囤货，按照过去其他国家的经验，一上去就再也买不到了，它降不回来嘛。所以当然行政院马上都做出很决断的措施。大年初5早上那个口罩送出来是警察站在工厂外面，因为我们征用口罩，它变成传染病防治法它所规范的，被强制征用。所以那批口罩是很重要的。所以从大年初5早上5、6点。每一个工会都下口罩，一直下到基隆，整个绕了一圈，那就是惊心动魄的几天。所以我现在都会觉得心有余悸啊，没错，那是个过去。而且这个过去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就虽然好像隔了这么多年，当年我们也就是感谢医护人员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再听一次才知道，其实非常的惊心动魄。就是台湾能守下来，后面是多么的兵荒马乱，就是有这么多的人在替我们把关所有的东西。而且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很不想这个世界再暂停3年。对，尤其像现在又爆出了，好像这个中国的好像有类似的疫情吗？而且它好像有类似的状况，或者还有抗药性更严重的状态。那不知道邦邦有没有发现这个是现象呢？刚刚医师不是说在那个时候，然后一直看到中国那边的影片吗？最近好像一切又重演的感觉，又看到中国的影片，什么儿童医院什么都是人，然后进去才早上7、8点全部都是人，然后那个医护人员出来说床没有了，急诊的床没有了，一般的病床没有了，然后门诊外都是人，然后现在这个医疗体系看起来又要崩溃了。对，又要崩溃了。不然我们直接现场来听听看他们说什么好了。好。各位听友们，我们现在就是设备进行蓝牙连线的状态。然后呢，邦邦呢，等一下在听友们这边呢，可能会听到有关于这个中国上面的访问，或者是这个人民真实的情形。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医院里面真实的状态，包含是刚刚讲的病床可能不够了，或者是这个医疗量能有可能崩溃了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再重现当时疫情的现象？那我们来听一下。半夜凌晨1点多，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病，排到800多号，现在刚看完，儿童医院又成了人满为患的状态了，浑身没有力气。昨天晚上发烧到38度7啊，这身上一冷一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冰火2重天。你们都熬到哪一步了？我现在就是嗓子疼得厉害。我们来重复一下好了，刚刚前面呢是有一位家长说，他半夜凌晨1点多的时候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然后已经排到800多号了，然后医院整个都是人，然后民众说呢，他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发烧到38度7，一冷一热，就犹如这个冰火2重天，仿佛好像都是我们在5年前曾经听过的形容词。是，应该这么说哈。我们面对一个传染病要思考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传染病，它的致死率会不会特高？你回想5年前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担心？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从来没看过的画面啊，比如说你整个医院都是人，然后每个人在那边推挤，那看到护士在那边鬼哭神嚎，护理人员都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什么时候会鬼哭神嚎？就是他觉得他没看过这个场面，太恐怖了嘛。后来就知道说很多人去到院前或是到院后很快就死掉了。那人死掉多到没有办法承受啊。然后如果说很严重，呼吸窘迫或呼吸衰竭，是不是就要按 endo 要上呼吸器？那呼吸器不够用，所以呢没办法安置。那时候护理人员要做什么？做上帝的事啊。他决定到底要救哪一个啊？哇，压力好惨哦！所以他就受不了啦。所以那时候我们医务人看到就知道说，那绝对不是这个护理人没有受过足够训练，是他看多他没看过的东西嘛。是。那我们当然觉得不忍，是说怎么会这样子？第一个是疾病真的很严重，很多人会致死；第二个是传染的太快，太多人染病。
那你就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国发生这个事情，我几个可以想嘛。第一个很直观是说，会不会有新的病毒啊？不知道这个病毒到底又是从实验室跑出来的，还是之前没有的又变异了？那但是我们去想是说，新冠疫情已经经过了这个4年5年了。老实说，这些 RNA 病毒虽然一直变异，但是它的过程中理论上它会减毒啊。因为最毒的跟人类同归于尽了嘛，那怎么会4、5年就变毒了？不可能嘛。就是说那些桀骜不驯的早就跟人同归于尽啦。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有没有可能有新的病毒又发生嘛？那为什么会担心？今天如果这个状况是在美国、在英国、在日本，我不担心啊，他会跟我讲啊。那国家怎么了嘛？对。可是问题是，偏偏这个国家有一个特殊性是，他不跟你讲的。对。请自己看影片，自己判断。那我就说啦，2个指标嘛。第一个就是说，怎么医院满出很多人入岛，没看到这个现象。第二个，医务人员崩溃，医疗人员崩溃，我就知道说这一定又是一个新的病毒，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个可能是说，这个国家到底有没有把他的国家义务责任尽到？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严重的这些秋冬的问题，比如说流感，比如说是 COVID-19 的问题，他们的特色是 COVID-19 的致死率高于流感。流感又高于一般感冒，但是如果是年纪比较小孩子跟年纪比较大60岁老人，他是可以打疫苗的啊，他有疫苗的。我就只问一句说请问你中国到底有没有帮你的人民打疫苗啦？打了多少啦？你说打多打少有没有差？来勾起大家一个回忆，我们是会讲什么群体免疫？对，就是你的疫苗要打到很多人，他就可以阻绝传染了嘛。你没打那么多人就会很严重啊，所以。打了1成的疫苗跟打了7成的疫苗是完全不一样的下场啊！可能你打了7成，那病毒完全不能传播嘛，这个有免疫力，这个免疫就不能啊，铜墙铁壁啊。可是如果你只有打1成呢，那都全部都到处传播了。那如果假设今天出现一个新的病毒，它是 RNA，然后你整个群体都在感染，不是变成培养皿，所以变异越来越多啊。所以有可能就出现越来越凶猛的这个病毒啊。我们怕是怕这个啦。但是你说这个，我其实也有去问我们的这个卫福部哈。我今天来节目之前呢，我想我还是要去查证一下。其实他们也很为难啊，因为没有人知道中国什么数据啊，对不对？没有人知道啊，跟上次一样。对，那但是他又讲一件事情，可以帮我们台湾打一个强心针，是说，如果这个不是一个新的病毒，这个是我们比如说在台湾常见的流感啊，或是 COVID-19 啊，老实说。我们在今年已经准备了很多疫苗，而且都已经施打到身上。今年疫苗的施打状况比过去几年还要好。原因是我们知道这几年因为 COVID-19 疫情过去了，前几年大家都戴了口罩，所以当口罩拿下来的时候，这些群聚啊，这些社区感染可能变多，所以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当然这些数据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有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一次我们的流感疫苗打得蛮充足的。那么公费的流感疫苗接种数我这边统计是到上个月，不过我觉得是至少告诉我们说打得不错，是有543.8万人次打疫苗了。你没有听错一个国家只有2300万人流感接种数543.8万这就是台湾公共卫生怎么做成这样？你回过来看，你觉得武汉打多少？你现在听到那个中国打多少？可能都没打，可能没打。然后疫苗使用率是82.6就说你准备的都有打然后新冠疫苗也有在打。那么累积呢，现在打到多少？它打到181万支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疫苗都已经打在我们国民身上。换言之，如果中国它现在流行的真的是因为没打疫苗造成的流感啊、新冠啊，即便它来台湾没有差，因为我们做好准备。可是我们觉得它还是一个国家责任。如果都不是这些嘞，是一个新变出来的像在讲说什么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啊等等。当然我今天来我也做一些准备，我去了解说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到底严不严重。老实说，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因为这支病毒已经被发现很久了，从2001年就被发现。那也就是说，它在我们人类之间流传已经是几十年了。按照 RNA 病毒的特性，一个已经产生的病毒，在人类又已经流传了几十年。老实说，最凶的都被淘汰掉了，它应该慢慢要跟人类能够共存嘛。所以如果说假设是真正人类间质肺炎病毒，理论上
也不会到太严重的状况。只有2种人容易被攻击，第一个就是60以上老人，慢性病的，或是很小的小孩子，或者一些先天的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那扣除这个，就没有其他容易的一个宿主。有人讲说打疫苗啊，拍谁？这没疫苗啦，这没药物啦，这一支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啊。是，那当然也代表说过去其实它没有造成严重的这种国际的大流行。那我就要退一万步要讲，是说中国还是要告诉我们啊，它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那有人说不是都有验吗？他们验出来说都是什么流感啊、对甲流啊对不对之类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我要你验，你只验你要验的那几支呢？当然对啊，你要都那几支啊，对不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子。那其他东西你有没有努力去察觉？这我是说，这个疫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在英国、在日本，我不担心，因为他们有国家责任啊，对全世界人类的责任啊。可是在中国现在的中共政权，他有没有？过去的经验是没有嘛？5年过去了，请问你有确定说是华南海鲜市场吗？是武汉传来吗？没有。怎么会穷尽全世界人类的这个专家，而且世卫组织他们好朋友呢？竟然无法确认，那代表什么？代表他很多事情不讲啊。那这个不讲，如果过了5年都这样子，你觉得全世界人对这个政权的那种憎恨度会不会真的一直越来越高？因为你们真的是够了。这5年全世界受了多少苦？有人讲说为什么这个美中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其实美国当然有它的核心价值，但是美国也没办法接受说你再来一次，然后全世界人都遭殃啊。所以我认为啦，就是说这个病毒或这个传染，中国政府你还是要跟他讲清楚。如果没有，那你就中国官方出来说没有，确定没有，你有没有出来担保？没有啊。我们台湾其实最可能是因为我们就在他隔壁啊。对，真的，我们就在隔壁啊，不能躲这个地缘政治、地缘的这个公卫状况，我们不能躲呢。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真的要去避免这件事，最近我们过去讲的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拜托做一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病毒嘛，RNA 病毒嘛。那所以我们什么勤洗手、酒精洗手有效啊 ，RNA 对于这个酒精是没有办法去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做这些基本保护。那戴口罩，飞沫就不会传染嘛。那这一支人类间质肺炎病毒跟 COVID-19 不一样。COVID-19 当初是说从动物到人，那会不会人传人？世卫组织不跟你讲。这一支保证是人传人的因为它就是人类之间的病毒嘛。所以你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这很重要。所以听起来，如果今天中共他不是在前几天的新闻，前几个礼拜的新闻，在那边讲说，哎呀，他们对于这 COVID-19 新冠肺炎病毒这个有关的这些疫情的贡献度，他说他自己是世界第一。然后呢，刚刚听医师的分析，感觉就是他没有要负责任的是世界第一。对啊，他的贡献度是因为人类就是因为你传出这东西，所以又多练了一个我们说的群体的抗体。但那个代价是什么？全世界有几百万人，至少有700万人因为这样子过世那还不包括什么？他自己国家的都低估啊！对，真的，700万人是其他公布国家呢。你去查中国资料，搞不好另外700万人是他国家的人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说，这种国际型的这种疫情真的不能开玩笑。因为这个一旦发生之后，你整个世代就很麻烦以前那个 COVID-19 的时候，曾经有那个小朋友，他不是生下来，然后他才3岁就开始 COVID-19， 对不对？对。然后一直到他小学还戴口罩我们说这个小孩子一直到国小毕业，会不会不知道同学长什么样子？好像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有这个新闻。那时候那个好像也是日本的那个，好像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毕业典礼，然后他们就说什么第一次看到同学脸，什么觉得很尴尬，有一点奇怪，就是很生疏啦。对，连报告的时候都有那大学生假装就是那个网络宕机，你知道吗？然后糊弄一下教授这样。反正没知道是谁从实际的社交距离变成心理上的社交距离也远离，心理的恐惧距离，觉得很害羞，有点社恐。对，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一些跟女性朋友很有关，就是说，像那时候我们上节目，上政论节目，是因为戴口罩所以化妆只要化眼妆就好了，非常方便，就这样一半就好了，还可以省。然后你说省化妆，他去公司上班的时候是疫情当中，那疫情结束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同事，因为他从来没有跟他面对面过。完了，社交恐惧，真的好尴尬这时候才要保持社交距离。因为我
我就是蛮想问的，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情况是说，台湾因为我们有面对了先前的疫情，所以我们有做了基本的一个基本的准备，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公布的它可能有的那些流感或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好像是已经早在人类历史上都有了，可是看到在中国的情况是不完全可以证明，但殡葬业者也说他们拉了很多的尸体，就是已经有造成一波的三更半夜都在加工对死亡潮。那我们台湾怎么办？我们有应对说有可能会发生再一次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病毒的时候，我们台湾还会再重演5年前这么严重的情况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政府还有所有民众2件事情分别要做。第一个是政府一定要紧盯着中国的疫情，随时给民众安抚跟足够的资讯。你想想看，我们其实国际虽然我们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员，但是过去还是有这个 IHR 的这个管道，也就是说有问题还是要通报。那我们其实会比民众更少知道一些资讯。那快过年了，一定要民众清楚，因为过年是群聚最严重的时候，没错，哪里都很挤，一堆人坐在那边围炉吃火锅，哇，对不对？那不是什么病毒都来了，没错。第二个是政府要跟民众说，还没有打疫苗，赶快要去打。因为你打完疫苗之后也要1-2礼拜才会发挥效果。那你说如果不是这些疫苗所对应的这些疾病怎么办？至少少一种病毒攻击。那在民众要记得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双管齐下才能避免这个最大的危害。而且我们最担心还是中共盖牌这件事情。对，你现在盖到他可能不知道他是真的是怎么普通的病毒，我觉得他盖到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搞不好他盖到是陷阱卡，真的，然后一传给大家一起炸，真的。我觉得台湾也盖了一张陷阱卡。什么？就是总觉得两岸交流好像最近大家都很爱陆社团要来，我们的哪一个什么访团又要过去的，他们会不会变成行动的这个病毒的带着仓库？我这样讲话会不会有点过分？不会，搞不好病毒带着头等舱来这样。就是有些人会担心说，如果病毒本身不一定会发烧啦，那是一个更恐怖的问题。不过我跟大家讲，如果一个病毒它没有造成发烧的症状，老实说，代表它身体里面没有起了很大的这个免疫的对抗效果，所以基本上变成重症死亡可能性也比较低啦。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病都不会发烧，然后死了一堆人，大概不太会啦。所以如果假设没有发烧的必要症状，后面的重症也会比较少。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 COVID-19 重症，它一定是先发烧嘛，身体起了很大免疫反应嘛，然后才会多重器官衰竭嘛，还会死掉嘛。所以我就是觉得民众也不用过度担心，但是一定要紧盯这个疫情，政府要肩负你的责任，跟民众好好沟通。而且我们在很多时候，在这个全球要面临这个所谓的有可能的2次大疫，在这个美国新政府即将上任的时候，对川普的鹰派的这个人选们，不是说他有可能极度可能性的要找出这个疫情的起源吗？对，而且疫情起源这件事情非常神奇，因为就是从美国国会，然后世卫也说要找，世卫仿佛到现在都还没找到，说还在敦促中。然后美国国会啊、世卫啊等等，大家的结论都不一样，到底中国的当年的那个疫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起源到底是什么？真的，结果在现在大家都还搞不清楚起源的情况之下，又来一波，哇！是不是感觉美国要压起来了？对，我觉得啦，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美国人，或是你是其他国家人，你会不会压开？会，一定会，你会不会压开？绝对会，真的。这样以后就不是把冲绳当后花园了，就去不得。对啊，我就想一个画面，就是说，为什么当年疫情起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国际会认同台湾，然后也非常希望台湾能够加入，然后一起来打这个我们重要的这个疫战。是，你想想看世界卫生组织，台湾是一个公卫做得很好、防疫做得很好的学生，我们不能进场，连旁听都不行，坐在旁边，想想看说，功课好的不能进去，然后里面上面什么543啊，谭德赛跟中国代表那边543啊，然后旁边人穿着西装说，我再问一下到底有没有疫情？然后谭德赛跟中国代表说，我可以很认真的说，目前没有，会抓狂，这好认真哦，对吗？如果假设灯可以关掉，我认为啦中国代表跟谭德赛会拖到墙角去打，因为你不出一件事情不行，是你不讲实话，我的人民会遭殃。我分享一个重要资讯，是在疫情过程中。有一个世界的国际的，我们说的这个东亚的卫生的组织世贸组织，它过程中呢提早更换这个主席，主席是美国轮流啊，你知道为什么提早更换主席？为什么？他的主席本来是印度医师，因为那是医疗的这个组织嘛，是那个印度医师因为染疫死掉了。你觉得如果你是印度人，你会受不了？
你觉得无搞啊？我连医生都死掉了。那后来是换了我们台湾籍当这个会长，但是我那时候在医师工会嘛，我那时候感受很深，是说，如果连我们医生都会被你引疫情然后死掉了，你觉得全世界对这件事情有多憎恨？对不对？那印度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嘛，他们疫情起来的时候，因为本来他们的人就多，公卫水平那么高，它不像台湾啊，我们医疗的这个保护这么多啊，所以那时候你看印度人里面不是在路上然后就倒了就死掉了，那你去想一下画面是说，如果一波里面几十万人都这样过世，然后连印度的医师会医生也过世，你是印度人，你还会有什么感觉？你就觉得很愤怒嘛。所以我认为说，一个疫情之后，那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善恶，或是对一个人的喜恶，那骗不了人啊。你不可能说这个人害我，搞到说我国家经济不好，家破人亡，然后我还跟他说，来我们继续来做贸易啊。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之后，很多国家他坚定的是说，这个全球化的贸易我们宁可不要，我们要的是一个区域国家的安全。这是重点。原来也有考量到这个层面。对啊，是因为你不能再跟一个没有办法去确认到底未来下一步是什么样的人继续做生意啊。那个只是短暂的苟安呐。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了，其实包括像英国、像欧洲很多国家，他们在过程中一直在讲说，为什么这个当初这个疫情不把它讲清楚？其实讲清楚没那么难，你知道吗？对啊，大家一起解决不好吗？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对啊。当时我还记得一开始前面几个月，就是锁定武汉嘛，对，那你就承认把武汉全部封起来，然后全部都说禁止中国人进入啊，这不是歧视，那是为了保护全世界。你不讲，你看中国人冲去哪里？冲去日本、韩国，冲去意大利，然后就从南美一直整个烧起来，是整个烧起来，不是吗？是。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每一天在计算呢。对，各位一开始的时候病毒有多毒？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刚冲到那个意大利的时候，刚冲到那个其他那个欧洲国家的时候，那致死率有算过啊，包括伊朗啊，10%呢，10个里面可能会死掉。刚开始的时候，那我就想象说，好像你拿了一个左轮手枪，里面不是6发子弹，是10发子弹，然后说来了，你要不要来试一枪？你想感染吗？所以没有人要感染了，吓死了，对不对？但是你没有把门关起来，你那冲进去了，你觉得这个罪恶是不是很大？10个一个要死掉。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留学生，他是在好像西班牙，他后来逃回台湾，因为他发烧，他认为他是 COVID-19 啊，那时候叫武汉肺炎啊。他去问那个当地的那个急诊说，我这个染疫了，然后因为他是台湾籍的，他当然优先保护西班牙人嘛，因为那时候医疗量能都崩坏了嘛。他说你不是，然后那个留学生说，我为什么不是？他说你只有发烧。我说那我还要什么？那后来他是稍微病情比较好，赶快就逃回台湾，一回来就住到病房去了。那这个时候你才会感受到是说，当你没有把疫情处理好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去做上帝的事情啊。就是说他只能抉择先救谁啊。这个真的是道德的痛苦抉择嘛。但是我们真的历经过了，我就这样走过来。那我那时候其实也常常都要看有很多事情，大家都忘记了，比如说那个磐石舰，我们守得很好，突然磐石舰回来都下船了。然后突然说有疫情啊！对，天哪，好大！紧急召回有没有？对，哇，那吓死人，对不对？你看，然后那时候说帛琉是唯一那个没有任何的确诊的国家，说什么旅游泡泡啊等等。对，是。你看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见过都忘记了。再去想一件事情，就说我们过去的5年，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那你还有好几次日本跟我说这个又要紧急封城了，然后台湾就在讲说。还好当年有赶快把事情处理好，隔离一定要做得快。但我跟大家讲，现在说的这个我们说的中国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啊，先不管其他啦，它的潜伏期只有3到5天呢，快速超快。上一次 COVID-19 是7天到14天，对不对？是。那我们说时间很久，我们就赶快去这个测试说有没有染疫嘛，对不对？然后要隔离嘛，没错。3到5天呢，你来得及吗？它传播速度力道也是很大，你一个人感染发病完就对啊，又出去了，3天又出去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不要开玩笑啦。你真的够了，我们已经受够了。你有什么状况你就讲清楚。是，而且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都把一个防疫弄得好像是什么这国民情感连结啊。对，民族情怀。你先把人救下来吧，你不要先他妈情绪勒索。真的就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什么为了什么武汉人民什么全国大团结？对。我跟你讲，记得那时候。过了1年，是不是疫情比较舒缓？然后武汉办了一个活动，叫做抗疫成功，有没有？还有那个活动很夸张，他说我们是一个
伟大的战斗部队，所有人都不用戴口罩了。是不是大家没戴口罩？你们抗疫有成，真的。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很疯狂，是说你现在抗疫有成，问题是全世界都正在烧呢。那时候全世界正在烧啊。我说你是欧洲人，你是美洲人，你情何以堪啊？真的。你小屁孩射了一个冲天炮到我家，然后房子烧掉了，正在烧，然后你在你们家做这个围堵吃火锅站。我们终于把这个烟火给放完了。对哦，刚刚那个好绚烂，真漂亮。在庆祝什么？烧的是我家现在是不是过年又开始在放鞭炮了？真的，你到底在放什么？真的，你必须要搞清楚，这会伤到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有责任，所以美国人会受不了啊。我就跟你讲的，就是这事情就是要科学务实，对世界有责任嘛。没错。然后你们谭德赛也又赢得了干事长，继续在做嘛。对。你们也掌握了世卫组织的绝大多数的政治权利嘛。可是你们该做的事情总要做好吧。美国也缴很多钱呢，真的。世卫他这个是看国力跟人口呢。川普会北宋，所以他才想要退出啊！真的，他不是一直放话说要退出。所以，医师，你觉得世卫他一直说我有在敦促那个什么，请中国政府赶快什么告诉我们起源是怎么样？你觉得他是认真有在敦促吗？还是他就是偶尔隔一阵子发个新闻稿？你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假设有一个人他在教室里面，然后一个团伙全部围起来那边作弊，然后有人发现说，那班上有人作弊，请问是这个我们说的授课的老师，或是监考老师，或是学校的这个学务主任、教务主任直接冲进去说，来谁在作弊，当场就隔离讯问比较有效，还是说你们把门关起来自己讨论了到底有没有作弊，等一下出来跟我讲他根本没有办法强制介入啊。所以你觉得啦那个华南海鲜市场地也洗了啦。那一批鸡跟鸭也都死掉了啦，对，所有检体也都没有了啦，任何的实验室区也都烧掉了啦。然后他说，来跟大家讲到底有没有作弊？过了5年，你怎么查？所以我认为其实川普一定盖北宋呀。我川普一世英名，对不对？你这样给我搞，对耶，那时候，对他那时候影响到他连任呢。好像他选举也有人说，因为是后面2年的时候，真的那一次的疫情把全世界大部分执政党都搞掉了。台湾为什么执政党没换？因为台湾疫情有做好啊，人民不会骗人啊，是，对不对？你看所有国家都换掉了，我们周围国家全部都换掉了，连美国都换掉，而且川普绝对很恨 COVID-19 疫情，因为他当时被全世界笑他是笨蛋。他对一下说什么消毒水啊，什么要喝啊，才会怎么弄，有没有？他不讲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人家就说，我记得总统川普好像是笨蛋然后最后就下台了。是，所以他看到这个，他一定抓狂啊。又给我搞掉第2次哦！对，我才刚上来，我才刚要出现，感觉病毒冲着川普来吗？每次他要上任的时候都来这一招，这样很衰，一个太刚好，对啊。那这样我们国际面对2次大疫，我们准备好了吗？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有准备。那我不能说任何事情叫做准备好了，因为准备好了，防疫没有什么好了这件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要重视，就是你的公民素养很重要。因为病毒进来之后，它是到处乱窜。我们那时候为什么可以做得好？因为当我们国家说，口罩不要抢，那所有口罩就先到我们说医疗院所，让它不要在社区传染开来。我们说，所有人应该要保持社交距离，要勤洗手。你会发现，台湾那时候是所有的百货公司、所有的饭店、所有游乐设施外面全部都在洗手。对，真的，没错。你觉得全世界任何国家做到这一点吗？所以我们其实是有那些很特殊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能力。我一直觉得那个真的是魔力，是说奇怪，我怎么在台湾各地都觉得好像都变加护病房的外围，全部都要洗完手才进去。但是我们维持了很久。但是我们要注意是说，在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会捣乱。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没有疫情啊，不要普筛就很多人说要普筛啦，一定有漏网之鱼啦，盖牌啦。对，没错。我们说普筛之后，那不是未阳性，本来就没有人感染，弄到最后大家都要去住院，然后把医疗量耗用掉。没错没错。所以过程中你什么时候去用医疗量能很重要。那这个我其实也是觉得说，中国政府要去想一件事，人民越怕，就越会往医院冲。所有的人只要小孩发烧，全部都觉得是重症，全部冲去，怕不小心会变重症会死掉。那你就会有层出不穷、处理不完的事情了。如果今天他是放心的，我发烧先看一下嘛，对不对？我可能到社区保健中心，不用冲到那个我们说的那个3甲医院啊，那就没代志啊。可是现在大家没信心，全部冲去啊。
所以每个都担心是会死掉，不是越来越能够量能的浩劫。所以你说台湾有准备好，我认为政府准备好，民间的公民素养，我觉得这个是其他国家比不上的。稳定，秩序，遵守我们说的从中央我们的卫福部专业的这些资讯，然后去配合，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够决定来的病毒是什么，但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办法把防疫的事情做好。哇，听起来台湾人很令外国人看齐，然后感觉很感动。因为每次外国人看到台湾人那个捷运在排队的时候，这个秩序到底从哪边来的？然后北捷一定要站右边，然后左边要人家下去，就是一个奇妙的秩序，通常都会在台湾人发生事情的时候，让台湾人很团结。而且我刚刚跟医生聊天的时候，然后不自觉瞄了一下，你看一下医师今天的领带，很精彩耶！哇，怎么样精彩？我们请帮我们来告诉一下听友们。它上面就写了台湾，然后有很多大大小小台湾的岛屿，然后跟台湾就是整个在配合刚刚医师跟我们讲，台湾人在我们在公卫期间做的各种从政府到人民的努力的时候，很感动哎，真的很感动哎。而且应该说各个不同的族群，各个不同的颜色，都可能在某一次发生事情的时候，大家都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对啊，对。其实，在那一次的疫情里面，我也跟大家分享，医护人员对国家的这个保护，真的是尽了所有力量。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就是最后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全世界都已经都守不住了。那最后剩台湾，我们要群体免疫嘛，然后我们要与病毒要能够共存。那个共存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自愈下降了嘛。但那时候还有一些头脑不清楚在骂我们啊。我说啊，总不能一辈子戴口罩吧？那合理的让它慢慢的在这个社区里面出现，在可以控制状态是好的。我手上都有很多当年很重要的那个片段。医师工会的人到了卫福部开会。我说我们要在几天之内把所有医生串联起来，只要染疫马上就打电话关怀。各位，全世界做不到的事情，台湾做到了。是不是所有染疫的人3天之内一定会收到关怀电话，而且还要把那个什么防疫包给你，教你怎么去做这个居家隔离？真的，你觉得这件事情其他国家做得到？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是因为你很重视人性尊严，说，人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把它放在手心疼就会做得出来。我那时候在医师工会还有在那卫福部啊，我曾经就说啊，不用讲那么多啦，先做再说啦。你几步先放一边啦。人如果挂了，什么都不用讲了。是台湾的医生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香港那时候疫情稍微比较严重，为什么？因为它有分公立跟私立。私立医院就说啊，公立先处理。可是，在台湾呢，有没有人去说我是公立院、私立医院？那时候桃园变严重的时候。7家医院公立私立全部起来啊，不是吗？桃园不是那时候大爆发，那我们不是要守住，因为桃园是国门嘛，你在那边面对病毒，面对了好几年，当然会烧起来。我们是不是公立私立一起把它处理好？我问你有没有人再出来说啊，我要私立医院你们公立先做，没有，因为病毒没有在管理公立私立啦。是啊，可是你这样看，我们把这些守住之后，请问公立私立是不是都能够过很幸福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医疗问题要借由我们对于人性关怀、人性尊严的重视，它要升华到它不是用对价来处理啊。台湾真的很特别，是竟然会这样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台湾的特色。民众对这个医生是多么的这个敬重跟照顾。我那时候在医师工会疫情严重的时候，民众一直寄东西来给我们啊。我跟你讲，有些东西很夸张，那个快要端午节送一堆粽子来，我赶快要送给大家了，因为我没有冰箱可以冰了。那个爱是双向的，真的。这很有趣送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也很感谢，就在这一个这么有趣、幸福、温暖的国家，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在克服很多问题。我们对未来还是要很有信心。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整个防疫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团结的地方，真的。然后当中很多故事，我觉得好像已经不是一集可以讲得完的。从最前面刚开始大疫刚起的那时候，而且我那时候就接到各个医师的关怀电话，护理师的、里长的，然后县市首长的，我想说在家隔离嘛，然后因为那时候已经不能住防疫旅馆，只能在家的那个时段了，就是比较后期一点点。然后我想说，哇，天哪，我的故事真的是哇，罗医师讲出来，想说心有戚戚焉呐，天哪，这是在讲我吧？对啊，而且我还真的送了很多礼啦，不好意思。但就是在台湾这么团结的情况之下，不免俗回来，我们也会看到台湾的内部其实也有我可以说争执了啦，争执跟混乱。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国会，因为这个医师呢，除了就他是。医学士之外也是法学士，所以对于其实我们国会的期光医师也是蛮关注的。那
我觉得就是怎么来看，因为其实国会到现在，就连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那个今天录的这一天，行政院也提出了这个宪法法庭的复议案。对。那现在宪法法庭看起来有可能就是会走向瘫痪的情况之下，到底台湾人民要怎么面对国会现在的情况？真的，我觉得我们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有趣一点好了。我们延续那个病毒哈，病毒是从中国传来嘛哈，是。那现在中国考上又有新的病毒，各位在医疗上哈，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有1/5的癌症，都是因为感染病毒之后才造成的。比如说像子宫颈癌、人类乳突病毒，譬如说像鼻咽癌，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耳咽道的这些感染之后，慢慢会造成。那同样的。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再弄下去，有没有变成一个政治病毒？现在让台湾生了癌症，一样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我们有某些癌症发生啊，什么意思呢？癌症就是要让你原来这个宿主没有办法继续生活。我们现在国会不是发生癌症吗？让你国家不能运作啊。那发生在哪里？我想说，以前是说公庙，或是政府机关，或是民间有人渗透，里长什么的。是。那这好像是说，如果是几颗癌症在身体还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癌症长在脑部以前他给我修法他给我修法，所以是脑癌我跟他讲，脑癌其实在医学上、临床上，大多数都是恶性的。为什么？因为脑癌会让人没办法思考，让人没有办法维持生命。脑癌会占据脑部空间，脑会水肿。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对台湾是非常急迫了？是这些问题长在立法院你看这个限塑法，这是本来不会发生的事情。老实说，所有宪政机关。不管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他对国家有忠诚义务，是要穷尽能力，彼此虽然分立，但是互相钳制、互相尊重，适当它可以运作。可是现在立法院做什么？他每一个都是放大决他让我们的宪政机构没有办法运作你让宪法法庭不能动，那不是司法院废了？那结果呢？本来立法院要帮助国家的，他把立法院给废了，所以我说这违反宪政忠诚义务。说真的，这如果在其他国家，这种立法院早就被抨击了。怎么玩成这样子？什么都可以做，你不能让这个人体不能活所以我说你这中国病毒搞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癌症长在脑部那问题又来了长在这边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复议不附属什么罢免，大家一直想对不对？是你把它想成癌症，就是如果这个癌症现在长在一个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器官上，你怎么办？罢免很像什么？罢免很像就是割掉嘛，就是什么手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处理癌症不一定用手术的。你看肝癌如果长在肝脏很大颗，为什么？先栓塞我是不是会在里面先注射一些酒精，让它慢慢变小，才好开刀？或者是说，如果假设真的今天是乳癌好了，割掉之后，我可能还要做一些荷尔蒙治疗，让它不会继续这个因为荷尔蒙刺激而增生嘛。我可能要化疗、要放射治疗等等。所以我就觉得说，回过来看，我们现在的总统是医生嘛。这就大家在讲说我们总统在想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医生，我觉得我心有戚戚焉。我觉得总统应该在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单纯手术我跟你讲会有风险的那个割下去血就喷出来了呢。如果这东西长在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器官，比如说大血管旁边，你有什么办法让它小一点？还是你割其中几颗比较大的？所以很多人讲说什么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某某某，有没有？大家还想说恶魔大魔王要先处理我认为这个虽然是一个社会科学，但你可以用自然科学去思考。我们不是只有罢免结束事情就结束了，就跟癌症一样你把它切掉之后不会再长。现在状况是吸顶全部长到各个地方去嘛，因为这些我们说的要把这个台湾、把中华民国这个主权剥夺掉把这个国家把它崩解掉的这些我们说的癌症，它是到处长所以你看最近不是我们的那个内政部说有些政党这个可能要用政党法把它解散掉。我们的高检署说我有些在台发展这些叛乱组织，甚至是要武力的、武装的，那这个都要把它起诉。我认为现在不是单纯一个罢免的问题，现在是你怎么让这个人体到处都知道要有这种抵抗这些癌细胞能力。它很多地方是在那个微小的状况，我们说那个微小的环境里面，它那边滋长。那如果我们用医疗来看，人其实都会有一些突变的细胞。那为什么有人会癌症不会？因为有的免疫功能很好，它只要一出现马上把它处理掉。癌症开始在长就是要发展组织就把它处理掉了。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有些地方该处理我们太慢处理，让它长进去。
所以你要知道，你处理越慢，其实越难处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癌症滋生的温床，战场在台湾啊。所以你现在怎么处理？化疗就对台湾化疗啊，放疗对台湾放疗啊，全部对台湾啊，连割都是割台湾啊，对不对？那你割下去，当然我讲了，除了原来的这些癌症之外，你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嘛，你会流血嘛。割完之后人要不要恢复？要嘛，对不对？那我另外问你说，一个免疫功能很差跟免疫功能很好的，我们可能考虑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说这个公民力量要放大那民意要最大民意，那这个行政院要用它一些可以救济的方式。我认为比较关键是我们现在开始就要紧盯着这个变化，病情变化随时处理，然后穷尽我们很多方式。那更重要是什么？台湾因为有一个民主的一个思潮，台湾人已经有我们说的这个公民素养跟对民主想望，这就是我免疫功能。这个免疫功能要加强啊！你没有加强，你再怎么处理都没有用啊！你每天是割，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民众知道说，我虽然每天都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但它不是自然发生的。那是因为没有癌症侵袭你的这个肺部。如果今天有，你就不能自然呼吸啦。所以你要知道，你每天要注意，你周边有没有在渗透，有没有些人脑袋已经不正常了，中了病毒了，癌化了。你要跟他讲说，这位先生拍谁哦？这个是违法行为呢。因为这样下去我还被抓走呢，对不对？那我也认为说，我们现在民众很多认为，我们的这个国安检调对于这些有意要让台湾继续受伤害的人，真的是太轻放了。对啊，有时候会想说，是不是也晚了一步？怎么好像等网红爆了之后，我们那个好像才有动作？你知道我就回到那个人体，你知道，癌症细胞其实会骗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免疫细胞。它有一些那个沟通的方式我们说在微环境，它会跟免疫细胞说：“我其实是无害的啦，看起来像癌细胞是无害的啦。”我们其实现在医疗怎么做？我们就是在微环境会放出一些我们说的抗体的一些治疗，让这个 T 细胞变得很强壮，说不要相信它，它是魔鬼，它是坏蛋。我的意思说，自然科学、医学跟社会科学都一样的是一样状况，都一样发生啊。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有的人他的突变癌细胞会冲破，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严重的癌症，变成这个很多的地方的 meta 到处转移，有的人不会。其实不是因为每个人身上是不是会长的癌细胞都一样，不是因为说这个人身上没癌细胞，是他对于民主、自我的防卫、韧性比较好。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一块，这是我们现在全民都应该加强的。是。我觉得其实，在台湾，我们是华人里面享受民主、享受的比较彻底的。我们有这些经验，真的不要太快去放弃，因为放弃就没有了。我们看香港。香港现在你看，它这已经到末期了，怎么办？它已经整个涨到末期了，所以它很辛苦啊。你看中国，你觉得他的人民难道永远都希望这样吗？他难道不希望说，今天如果有一个疫情，跟我讲清楚什么问题？你国家只是维稳啊，不要出事啊。是，当你一讲话就给你打，对不对？你只有趴着的份啊。你觉得这个国家这样有统治的正当性吗？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这些事情，真想其实串在一起都一样的啊。科学、理性、务实，顺势去处理啊，那才是解决的方法。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民间力量都在罢免，我觉得 OK 啊，我也支持。罢免的关键不是成不成功，罢免是有没有那个动作。就像说我今天如果我 T 社冲出去，全部把癌症细胞干掉，重点不是有没有打赢这一次，而是我的 T 细胞有没有继续发展出很强大的旺盛的斗志。有人才会健康。是哇。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从医学角度去分析社会，真的是很精彩，很精彩。因为其实最近感觉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的民主在守护台湾的同时，好像我们也是不是给予了我们的敌对国家有一个可乘之机？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变成他们拿来释放假消息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的可能我们的选举制度，然后反而。会不会也让有些有心人士占领了那个最主要的脑部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的民主变成对方的武器的时候，
想一想会觉得有一点失落，然后对，就是网友就很大声怒吼：我当初明明就没有投错人，为什么这苦果我还要来担？为什么青鸟行动我还要站出来？感觉就是我们的防堵机制在法令或法律这一层，好像对于台湾民主这一层的保护，好像稍微显了薄弱一些，所以才让敌方有一些可乘之机的感觉。那到底民主跟对方的手中的武器这件事情，我们要就是医师会怎么来理解台湾的民主？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的哈。我们用法律来看，其实你想想看，每一个国家会从国家开张第一天就有宪法吗？通常都不会嘛。可是国家开张第一天一定有一个很炙热的心思，我希望国家怎么做嘛。美国独立建国的当天，宪法已经出来吗？可能只有宣言。美国宪法还没出来，而且他们是不成文国家，是慢慢创造的。所以其实概念叫做宪法时刻。宪法时刻就是当那个国家它经过一个重大事件之后，大家清楚我们怎么样才能维系我们要的生活方式、运作方式，对不对？即便是中华民国创立的时候也没宪法，那后来五五宪草很多一直在改，不是吗？我认为现在是台湾重要的宪法时刻。过去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的民主制度会有人这样侵扰我们，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武装起来说啊，不对呢，我现在不是你票多就跟你这样搞了，也不是跟你们等4年呢，你已经冲突到连我都不能活了。连你自己都不能活了，难道这不是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思考台湾的未来、台湾前途，或是大家在聚集在一起去思考民主的时候，要开拓，你不能守在原来的制度里面了，因为他就在改你制度啊，他就是把你的那个罢免越定越高啊，他叫你把身份证交出来啊，我先给你这个查水表啊，他跟你说你这个宪法你可以废掉啊，没有违宪啊，我说了算啊，他已经在碰撞你的宪政体制，所以这就是我们法律上说的重要的宪法时刻。这个时候，人民的意志、人民对于民主的向往、对未来的期待、团结才是更重要的。任何人只要去阻挠这件事情，不要骗我，然后在台湾民主说你是民主啊，照这样做啊，你不能犯规。没有，我只要在一个我们说的和平的架构里面，我们是可以串联民意的。这也是呼应我们总统说的更大的民意。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代议制是因为没办法2300万人一起开会嘛，所以才找进来代表。所以我说了，宪法时刻是法律里面很重要的价值，宪法学的更上位的概念，比大法官解释更重要。大家要记得，在法律上、在政治上、在社会的科学上有这一层道理。突然觉得有了信心，感觉可以活下去了。就是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好像也是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感觉嘛。我们反而可I来一个大的一个转变，感觉就像凤凰涅槃，化成灰之后再长出一个新的凤凰。这乌鸦，配这个配音是对的吗？没错，因为在这个很多这些时刻，包含在我们过去的8年里面，就是比如说民进党执政，然后冲破了8年魔咒，然后再次的拿到了执政权跟行政这些，反正就是五权宪法当中能不能在保障我们这些人民的权利，以及这些宪政机关等等他们之间如何去做沟通，我们持续还在跟各位听友们来持续关注这件事情。但404我们也希望可以起到像刚刚提到的，我们来帮助台湾的免疫细胞增强的一个作用。没错，让这个思考力更强，让这个辩证能力更强，让跑出这个行动能力。对，我们看到癌细胞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斗志在，就像白血球一样，是不是？听起来捍卫，没错。刚刚说的 T 细胞就是一种白血球，白血球很多。哇，还好我生物没有那个，还好没有生物不及格。非常好。这方面完全不敢下结论，我觉得很怕，超怕乱讲错，对，给予错误资讯，超怕生物老师跳起来。对，没错。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要带给各位观众跟听众呢，有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思维，然后在这个民主的架构里面去帮助很多人去明白，我们有什么样的敌人，有什么样的朋友，以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这个社会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对，敌人现在手握什么武器，他们用了什么奥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关注，一一拆解，一一解密，就是我们解密404存在的目的。哪边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呢？我们可以在 Apple Podcast、SoundOn、First Story， 然后 Spotify 跟 YouTube， 还有 KKBox 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每个礼拜5的下午6点钟，陪着你下班，陪着你放学，陪着你度过愉快的周末。行车平安，大家。那我们请罗医师跟各位观众跟听众来说再见啦。好，
那个今天很高兴来这个节目，那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好好来过节吧。哇，对哦，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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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期见喽，拜拜，拜拜。